10睡过头了，快点。OK， 现在已经是早上9点57，温泉饭店呢10点退房，我们看一眼。这早上超美的，结冻的湖。对，重点是你看那边有人在上面骑雪上摩托车，很多人哦。对啊，超酷的。这整个湖是结冻的哎，但旁边有鸭子。鸭子等一下爱拍走了。再给你的面包。这么好。1波20的费用加住宿税，柠檬沙瓦16830。话说我好奇他给我们什么面包？有点像菠萝面包。传统型的面包 ，Original bread。其实我觉得坐在1楼的视野超好的，因为它窗户很大，所以看起来就非常辽阔。这个人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我们去吃牡蛎啊，去后岸，是我们的海鲜小旅行的目标。是你想吃吧？我觉得我们双下巴越来越红。我在想说，现在在阿寒湖，那我们开车到后岸，我们要走这个山边的路，还是要经过串路？可是如果串路的话，我们晚上有可能会住这里，因为这边比较便宜，大城市，要不然就随缘了。会掉进去哦。会。啊，我先去拿他的刷子，拿了一只大只的。你要不要先把窗户那边？对，主要是这边吧，这边的开门会好软哦。这样想扑上去的。有人说想看你吃雪，先买个果酱好了。好哦。好像很好玩。是你这顺序反了，你不行吗？你等一下清玻璃是不是又掉下来了？那我就可以多玩一次啊！哇，好聪明哦！哇，哎，这超厚的，你过来，是不是很厚哎？这样就可以多玩一次，没有？我好像很聪明一样。对啊，你看这样子，别人刮1次，你就可以刮3次。哇，怎么会有人这么聪明呢？真的，有时候我也会被我自己痛迷死。离开前再来看一下，他们在游泳。哎，他站在冰上，哎，他们在泡温泉吧？是吗？这流出去的水一定是温泉水啊！懂泡啊，这群鸭泡久会不会变？哎，好香。放一点姜下去。哎，对，我想分享一下昨天的住宿，我觉得住起来嘛，它虽然没有很新，就是旧的日式旅馆，对，该有都有了，有吃的啦，还行啦，反正价位也很便宜，就凑合着住。还包早晚餐呢，你挑什么？你早餐还来不及，我们今天早上急急忙忙就随便吃一下，超赶的。昨天晚上来的地方上面有猫头鹰，哎，没有开，没有开啊，太早吗？小木屋的概念。那个图腾，我们就来看一眼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这个 view 看起来还不错。就是都木造的房子，大部分的商店其实也都没有开，我觉得不然就这样。时间太早了，它应该是温泉旅馆 check in 那个时间最高峰了。OK， 开一开，我们突然就停下来，旁边刚有一个牌子写照相点，可以拍什么呢？这怎么走啊？哎，那边可以吗？这也太难了。这很难过啊。过得去吗？这么深哎、欸，到膝盖。对啊。哎呦。哦。有什么厉害的吗？看不出来啊。我觉得应该就是有河，然后这样拍而已。我觉得我们不要过去，就这样。好吧，我鞋子里面都是雪。小心哦，踩好。裤子都结冰了，这也太恐怖了！
好了好了，哎呦，你看到膝盖了，你就知道它有多深，里面都是冰。哦，不行不行，你看，一定有人问说为什么还没有买雪中的靴子？因为去看的时候，这个人的脚太大了，日本最大有些店只有到28号，就没有买了。野生动物飞出。我想讲一下哦，冬天的路况啊，有时候会有一些道路封闭的问题，它会帮你改变路线，所以你点到点的时间也不要抓太赶。它如果帮你换一个路线，你时间就会加蛮多的。还好今天天气也还不错，路况算蛮好的。出雪车哎，出对象，这边再把它往旁边喷。啊，有照相点，左右，可是旁边都是关的啊。在哪开得进去啊？我觉得你就算了吧。这里，这高度进去你就到腰了。2座山的观景台，双月台到了。好啊，停一下，这看起来不用出雪。远景也来一下，超近的，超漂亮。这有说明书，永山在间。两边是牧场。你看它旁边的林种得很整齐，哦，应该是地界吧？所以我觉得安排过。他的房子，对啊，这房子真的就是维护成本很高。牧场什么店？稻产小卖的店，好像很不错。现在来到这个稻农驿，好梦幻啊！下雪了，泡个温泉啊！你的小提篮呢？我现在上车拿。那我的，你自己不买，这是什么？这边有周磨湖、驱邪路湖。这是猪汤吧？这边一定比较热，这边有点烫。好，我们进去了。我本来是要叫你看那个小桶子的。这边有小商店，剩最后一瓶了。川路限定，发现了传说中的熊罐头。入手困难，真品肉。每个牧场都有不同的乳制品，这边也有盖章的，看一下。稀有货，最后一瓶，这是未均质化的牛乳，可以看到上面浮了一层乳脂肪液，而且你平常买什么3.5、3.6、4.0弱4.45，超浓郁。来摇一摇，是这样摇的吗？对，这没有摇不能喝。感觉还有块状的在里面。喝喝看，刚入口的感觉跟昨天的有点像，它也是那种不是很强烈，一进来就很油的味道，是属于比较绵长的。等一下，那手拍不出来，外面在下雪。我觉得昨天的比较好喝，就是多了一个奶油的香味。你知道为什么奶油味不够香吗？为什么？一块奶油，它已经浮出来了。难怪喝起来少了一些什么。拿一块面包来。整块喝下去太恶心了。算了算了，你要在看什么了？灾害救援自动贩卖机，发生停电的时候可以来这边喝免费的。哇，好像很厉害，走了啦！现在车看起来超脏的，这大概是，这边开始有
狐狸，嗯，而且狐狸上面还有一片叶子哦。你有玩过超级玛丽吗？没有。吃叶子就会变成狐狸。诶，你有看到丹顶鹤？动物注意，这边。哎，左边有丹顶鹤啊。这边有近的、啊，有看到吗？鹤啊。对。一整片啊。一整片都是哎。这里，这可以转进去。看很近距离的吗？在这里哎。好悠闲哦！这边是他们的栖地吧？因为两边都有写。有，刚刚就看到这个标志，然后呢就在这里。一整片。对啊，一整片。这是什么？牛。这根本是动物园道路。又有鹤了。这是丹顶鹤。现在快到后岸，我发现这边的雪超少。哎，你不讲点什么吗？你是要我讲吗？你很爱讲啊。因为这边已经远离日本海侧了，在道东这边靠太平洋的地方，没有日本海带来的水汽，所以这边降雪量本来就比较少。看到海就知道要吃海鲜了。这边都是啊，右边都是海。来了，这有拍哦。对，看一下。没开。收到8号，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，今年呢、不要出来玩。金假期。后岸味觉。目的地在你的左手边。这一间，那建筑物好奇怪哦。这是Dono Eki。我说的是那边很漂亮，你有看到吗？又要喝牛奶的。这是什么？麂。哎，我这边看出去还不错哎。这桥后面有一个牡蛎岛变天神社。你看这披萨上面是什么？牡蛎。生的3个1000，6个1900，有3间店，有生蚝吧、烧烤店。哇，你吃吗？我就问你，你吃生的吗？我可以烤啊。不行啊。来，烤牡蛎有没有？你要买什么？好香哦！这边有壳的味道。要买什么自己夹。等一下，这边吃的哎。活到 alive 的有没有 ？life 的。现杀是北极贝、反利贝、牡蛎。哎，这边有价格可以。这个是特大的3L 150克以上，然后这个是2L。哎，想吃什么？这还有这种迷你的，3种都有的，混合就对了。这边还有其他的哎。这是柱子牛。好，到柜台拿盘子之后，我们来夹。一个人有300块的基本费，对不对？木炭费，我要个贝壳。哪一颗？我觉得我们贝壳可以2颗。2颗。哦，一人1颗，80块1颗。好不好吃？我2L 的就是380。很贵啊，不便宜。对，真的。2颗。然后再加木炭费。多1颗，3颗。这可以吗？不晓得，我不会选挑。看外壳看不出来。真的，有比较小吗？有吗？不然再多加1颗，来都来了。好，就这样。其实这边还有其他的食物可以挑，最后决定就这样就好了。反正不够的话再加喽。好棒哦！哎，准备好了哎，超棒的！你坐对面。还不错，我觉得里面还蛮有 feel 的，感觉不会比昨天那个吃螃蟹的差哎。更观光化一点。大贝壳2号，这个味道就100分。其实也是蛮开心的。对啊。可能过年期间吧，现在没什么人。重点是后面还有 view 哎，就是有牛哎。小牛吗？还是羊？
我不知道它长得，像鹿儿。它这边有椒，先烤，然后怎么样？哎，你要不要翻译一下？对啊，下面是小盘子。哎，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，就是，哎，开了。哎，你怎么就突然？他看起来超胖的啦！哎，我觉得啊，你就买一个不划算。哎，对，如果是他突然也开了。它太热了。自己的水自己煮啊。自己煮。是不是应该用比较糊的这一面烤？我不晓得哎，没有经验。天啊，它看起来超胖又超大的哎！真的。你以为贵错了，这可是产地耶。这 size 还是有人吃过更厉害的，欢迎告诉我们。我把它翻个面哦。哎，好顺哦。哎，可以耶。对啊，超大的。好爽哦。哎，小心你的手。我才刚讲而已。我的手套湿了。有烟有烟有烟，打不开啊！怎么回事？哎，开了。M size 就这么夸张了 ，L 应该更夸张。好了好了。他说翻面稍微烫一下。好。备注。如果那直接放嘴巴就可以了。有，越来越可以。吃第一个看看啊，淡淡的海水味，蛮好吃的，很 Q， 很多汁。我看日本人都会加酱油。那我的也顺便。哦，好香哦！他吐水了。他觉得太咸了。这个中长线不能吃。那里面是什么？这个是它的类似过滤的器官，所以它会残留一些重金属。所以你们市场上看到的反力贝就是长这样。我少了这段。这尺寸真的是非常的愉快啊，超级巨大的。中间的干贝肉甜的，旁边的唇是脆的，快吃快吃！哇，好大哦！好 Q。是不是唇是脆的？它吃起来真的超甜的，因为我刚刚只有吃到一小块甜，然后这边是脆的 ，QQ 的，感觉应该要多拿2个。最后一个啦，哎，不对啊，我有柠檬哎。我觉得买生的才需要。买都买了这30日币耶，超好吃的。满嘴的海味。结果又加点了，这次是9针的，然后2颗贝壳。来了，加2颗，超棒的。哎，这个好了啦。来了，哇15分 ，OK， 29分。哦，它在动，你从缝中可以看到它在动。他觉得很热。这次刚刚有喷你水吗？我不知道。我跟你讲，我比你会挑，我挑的这2个啊，都比你大。哇，好肥哦！超肥的，好胖哦。哎，我觉得打开好像也有不一样哎。有吗？
没有啊，这个因为够热，它已经打开它比较胖，它比较小。我热水浇下去，它缩起来了。不如省起来吃牡蛎。这边吃当地的这个解答，结果他们是鹿。话说我们的干贝可以了吧？啊，差不多。这个盛产的时候啊，去喷火湾超便宜，大概3个500。那为什么我们要来这边吃？我们这边来吃牡蛎的。哎，可是这干贝真的还蛮好吃的。但3个500没地方给你烤，你要可以烤的话要去青森。哦，那叫什么？八户。锵锵！我先帮你开一颗。好。有吗？没有。这个呢？哦，下面一点的是吗？对啊，可以耶。好像蛮小的。看起来明显比刚刚瘦一点，但是一样多汁。这个人负责开，我负责吃，因为这个叫酒蒸蛤蜊，但我怕你酒驾，所以我吃。是不是买错东西了？没有酒味啊，还是它是骗人的？但是很甜哎，味道还不错，跟烤的不太一样。烤的带一点点脆脆的，然后 QQ 的，应该是大的品质更好。所以大的贵啊。大的品质更好，甜一点，脆一点。哇，发财了！一个人吃10颗。它应该是酒在下面，然后蒸上来，运用酒的香气，然后熏到这个牡蛎里面。我们晚上住哪里？还没决定啊。那等一下找看一下，里面的环境真的还不错。那边有牡蛎本人。这边也有其他餐厅，其实也还不错。急，他写的好像很厉害，就喝一下吧。买个2包。趁新鲜喝一口，快点！这么大瓶我就不信，再给我卡奶油。哎，不对，你刚刚这个还留着，你要不要把它加进去？不是啊，提升风味。它已经凝固啦，这拿来抹面包吧。晚上饭店肚子饿可以加。啊，我知道加泡面。好，你这个头啦！哎，这也是这样开的，所以我这打开以后你要怎么盖？有人这样一整瓶喝完的吗？你看奶油来了。什么味道？奶油味啊！就一整瓶喝完的意思吗？我喝到1小球了，就是那种未均质化的味道。因为天气很冷，我觉得这喝起来是温的。目前第1名呢，还是昨天那个350呢？那个很贵，但是那个，但也不错啦，就可以喝。可以喝，比你的那个 Seco Model 的好喝。雪国旅行就是爽。超爽的，真的，每年冬天都来，一定要来。而且冬天也没有熊。日本公路旅行这么好玩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国旅非常的兴盛，就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，然后他们本地市场非常庞大，我们只是其中的过客而已。我觉得它每一站都有特色商品跟限定商品，逛不到 local 的，逛个连锁的也是可以。这也很 local 啊，大欸，超大一袋，100多块一盒，上一盒只200。日本的乡间小路是没有路灯的哦，但正常开起来还是够亮。
为昨天晚上有路真的走在路上，所以像这种乡间小路真的也不要开太快，因为有可能动物就冲出来。会有路屁。这几个地方好像都很好吃。OK， 今天的住宿，我手上还拿一堆东西，实在是无法进来，就这样。真的，今天一样住小旅馆，今天一个晚上大概800块左右吧，开心。发现这边有茶泡饭，免费的最香。10点开始到送完为止。卖米饭呢？对啊。这是 QQ， 后面有人在等。卡住。小心小心，我帮你。我玩个10条就走了。哦，不错啊，也好。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。哦，你们已经玩了。我们去其他地方玩才过来的。哦。那你们在这待几天？我们今天才到。哦，我也今天。还没决定要在。主要我太赶了，明天就得走了。明天去韩馆。韩馆很远呢，你怎么去？对，我那个加帕的时候就是这边产很多海鲜啊。对。要开车去玩。这边真的要开车了。我今天早上是从那个王走路回来。